在华夏文明漫长的星河中，战国时代是一段最为炽热、最为耀眼的时期。列国纷争、弱肉强食、生存与毁灭的课题逼迫着每一位君主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也正是在这风雷激荡的大争之时，一位来自魏国的士子携带着冷酷而高效的治国之术，西行踏入上被东方诸侯视为戎狄的秦国。他像一位技艺精湛却冰冷无情的外科医生，用锋利的法治手术刀对秦国进行了一场脱胎换骨、刮骨疗毒式的彻底改造。他缔造了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为自己赢得了无上的荣耀与权柄，却也最终被自己亲手锻造的枷锁所碾碎。他就是商鞅，一个名字与变革、强盛、酷烈、悲剧紧紧缠绕的复杂人物，其功过是非至今仍激荡着历史的回响。商鞅并非生来就叫这个名字，他出身于魏国一个没落的公族之家，姬姓，公孙氏，名鞅。因此按照当时的习惯，人们应称他为魏鞅或公孙鞅。那后来威震天下的商君之号，是他功成名就之后秦孝公赐予的封地之名，是他人生的顶点，却也如同一个华丽的烙印。他年轻时便对刑名之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这门学问究其根本便是循名择实、尊君重法，是法家思想的精髓。为了追求这门学问，他来到了当时法家思想的摇篮魏国，投奔在国相公叔痤门下，担任中庶子一职。在魏国的岁月，是商鞅思想成型的关键阶段。魏国历经李悝变法，著有《法经》，国力一度称霸中原。吴起也曾在此留下改革的足迹。公叔痤作为执政者，深知这位年轻门客胸中蕴藏的惊人才能，那是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智慧和对权力运作的深刻洞察。然而当公叔痤病重，魏惠王亲临探视，问及国事托付之时，公叔痤的举荐却显得无比沉重。他郑重地对魏惠王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愿大王能将国政全部交给他。”可以想见，魏惠王听后必然是面露疑虑，甚至不以为然。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如何能担此重任？看到魏王沉默不语，公叔痤平退左右，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了一个更为冷酷的警告：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否则后患无穷。魏惠王或许以为这只是老相国病重时的昏聩之言，随口应允后便离开了。公叔痤旋即召来商鞅，将这一切和盘托出，并劝他立刻逃亡。这一刻，极致的公义与极致的私情在病榻前碰撞，商鞅却展现出了超凡的冷静和判断力。他淡然回应道：“大王不能听从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您的话来杀我呢？”他选择了留下，静观其变。果然，魏惠王并未将公叔痤的遗言放在心上，他对左右感慨道：“公叔痤病得真是太严重了，竟然让我把国政交给公孙鞅，岂不是太荒谬了？”就这样，魏国失去了一个能够延续霸业的栋梁之才，而历史则悄然将他的砝码投向了西方的秦国。此时的秦国正处在深深的困顿之中，东方的魏国夺走了其河西之地，各国会盟时也常将秦国排斥在外，视其为蛮夷。新即位的国君赢渠梁，也就是后来的秦孝公，是一位胸怀大志、深感耻辱的年轻君主。他颁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求贤令，痛陈国家内忧，魏皇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末大焉，并立誓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道求贤令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商鞅前行的道路。公元前361年，商鞅敏锐地意识到，秦国才有他梦寐以求的可以肆意挥洒才华的广阔舞台。于是他携带着李悝的法经毅然西行，通过秦孝公的宠臣颈间，叩响了秦国宫殿的大门。觐见秦孝公的过程本身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战略试探。第一次，商鞅向孝公讲述的是遥远的地道，如同尧舜禹那般以德化民，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甚至责备颈间举荐了个妄人。第二次，商鞅进献的是王道，如同商汤周文王那般以仁义治国，孝公依然觉得不切实际，兴致缺。经历了2次失败的投石问路，商鞅终于摸清了这位年轻君主内心最深切的渴望，不是绵长的德政，不是虚远的王道，而是能够立竿见影称霸诸侯的强国之术。于是在第3次见面时，他抛出了核心的霸道，阐述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具体策略。这一次，秦孝公仿佛被击中了灵魂，听得入了神，不自觉地向前移动膝盖，靠近商鞅，一连交谈了数日，也毫无倦意。他知道，他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帮助他实现抱负的人。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巨大变革，绝非君主一人点头便可推行，他必将触动就有贵族的奶酪，颠覆千百年来固有的秩序和观念。秦孝公虽心已决，但仍心存顾虑。他将商鞅推到前台，与旧贵族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一场决定秦国命运的廷议大辩论。甘龙、杜挚高举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旗帜，认为依照旧制治理，官吏熟悉，百姓安定。商鞅则斩钉截铁地予以驳斥，发出了那声穿越千年仍振聋发聩的宣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他犀利地指出，3代不同礼而亡，5伯不同法而罢。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拘束。面对杜挚吏部百不变法、工部时不义气的责难，商鞅更是以历史的眼光反击：汤、武部循古而亡，夏因不义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这场辩论，商鞅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和强大的气势彻底压倒了对手，也最终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经过3年的酝酿与准备，公元前359年，一场被称为商鞅变法的狂风暴雨开始在秦国的土地上猛烈地席卷开来。商鞅的变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步骤，有重点地层层推进。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法治、农战和集权。第一次变法，他便祭出了几项足以重塑社会的铁腕措施。他首先下令将人民编入15组织，5家为5，10家为10，互相监视，告发奸人，否则同15的人要连带受罪。这就是残酷而高效的连坐法，将整个社会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监视与控制之网。紧接着，他颁布了最具革命性的奖励军功令，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他规定，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制定了20等爵制，从最低的公士到最高的彻侯，每一级爵位都对应着不同的田宅、仆役和特权。这意味着，无论出身多么卑贱，只要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就能获得爵位，改变命运。反之，即便是宗室贵族，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宗族名册，享受特权。明尊卑爵制等级各以差赐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加赐，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这一政策像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激活了秦人心中对功名利禄最原始的渴望，将秦国变成了一台上下同欲、嗜血好战的恐怖战争机器。为了给这台战争机器提供充足的粮草和稳定的后方，商鞅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他规定，努力耕织、生产粟帛多的人可以免除自身的徭役，而因经营商业或懒惰而贫困的人，则要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通过税收、徭役等多项制度设计，将人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但此时尚未触及土地所有制核心。此外，为了增加户税和兵源，他强制推行小家庭政策，禁止父子兄弟同时居住，规定民有2男以上不分役者被其父，以法律手段推动大家族分化为个体小家庭。新法出行，阻力之大可想而知。阻力不仅来自甘龙、杜氏等旧贵族的朝堂反对，更来自基层百姓的习俗惯性。秦国长期保留戎狄之风，分户、连坐等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冲突剧烈，都城岳阳的百姓们议论纷纷，数以千计的人跑到国都声称新法不变。然而，商鞅深知信字对于法治的至关重要，他导演了一出流传千古的政治戏剧，在国都市场的南门立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10金。百姓围观多日，无人敢信，毕竟10金足以供养普通家庭数年，众人皆遗弃虚妄。他又将赏金提高到50金。终于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搬走了木头，果然立刻得到了50金的巨赏。喜木立信的故事迅速传开，向国民明确宣告，官府令出必行，绝不欺瞒。但真正树立法律权威的，靠的是铁与血的手段。不久，太子嬴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触犯了新法。这给商鞅出了一道极其棘手的难题。若是处罚太子，恐怕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但若不处罚，新法刚刚建立的威信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商鞅展现了他冷酷无情、坚定不移的一面。他对秦孝公进言道，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正是因为上层人物带头违反，他坚持必须依法惩处。然而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直接对他用刑，于是商鞅便采取了刑其父公子虔、刑其师公孙贾的做法，让太子的老师代为受罚。公子虔被处以割鼻的一刑，此后8年闭门不出，公孙贾则被在脸上刺字。这一严厉举措极大地震撼了朝廷内外。第2天起，所有的秦国人都不敢再怠慢法令，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挑战法律的权威。新法推行10年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家富裕，人人足用，百姓都勇于为国作战，而怯于私下斗殴，乡镇城邑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些曾经抱怨新法不便的人，如今又转而称赞新法的便利。然而商鞅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将这些扰乱教化之民全部迁徙到边远地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在法令推行初期阻挠改革的刁民，根本不值得肯定。他需要的不是民众的欢呼，而是绝对的服从。在第一次变法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公元前350年，商鞅推出了第2次变法，其深度和广度更甚从前。他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为田开阡陌封疆，即彻底废除古老的井田制，打破原来的田界，承认土地私有，
允许自由买卖，并由国家统一征收赋税。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是一次深刻的生产关系革命。在政治上，他普遍推行县制，将小乡、邑、郡合并起来，设置县级行政单位，全国共设31县，每县设置令、城，由国君直接任免，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集权的郡县行政体系，郡县制的雏形由此奠定。他还平斗统权衡账尺，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为经济活动和政府税收提供了标准。为统一思想，强化法令权威，商鞅下令焚烧诗书及诸子非实用之学，以防复古思想干扰变法，认为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是危害国家的狮子，必须禁绝。此外，他革除戎狄遗风，进一步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增加户税和兵源。随着变法深入，秦国需要更靠近中原的政治中心，以图东进，商鞅遂提出迁都之意。为了进一步经营东方，他将国都从岳阳迁至咸阳，修建了宏伟的祭阙和宫廷。商鞅的变法如同一场彻底的外科手术，剔除了秦国机体上所有衰朽、落后的部分，代之以高效、冷酷但强大的新器官。其效果是立竿见影且威力无穷的。变法后的秦国，国力蒸蒸日上。在与老对手魏国的战争中，商鞅亲自率军，用诡计俘虏了昔日相识的魏君主率公子养，大败魏军，迫使魏惠王割让河西之地，迁都大梁。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求和，事后对左右痛悔：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若早用其计，何至于此？然而为时已晚。凭借着不世之功，秦孝公兑现了与之分土的诺言，将于、商等15邑封给未鞅，号曰商郡。此后世人皆称其商鞅。此时的商鞅不仅手握军政大权，其封邑内可自行任免官吏，征收赋税，俨然国中之国，这与他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尖锐矛盾。这无疑触动了君主集权的底线，为孝公死后的危机埋下隐患。他人生的荣耀此刻达到了顶峰。然而极盛的背后是万丈深渊。商鞅的变法靠的是严刑峻法和君主绝对权力的支持。他刻薄绍恩，树敌无数。那位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闭门不出已达8年之久，其怨恨可想而知。他出行时排场浩大，戒备森严，这本身就以功高震主。一个名叫赵良的诗人曾求见他，进行了一番极其恳切又充满警告的劝谏。赵良指出，他得以成功并非靠德行，而是靠威压。他刑罚太酷，积怨太深，他奢侈的排场早已逾越人臣本分。赵良引用《尚书》之言：失德者昌，势利者亡，劝他急流勇退，归还封地，冠源于辟野，或许可保平安。但此时的商鞅已沉醉于权力的巅峰，如何能听得进这逆耳忠言？他拒绝了。命运的转折点很快到来。公元前338年，他最大的靠山和知己秦孝公轰然病逝，太子嬴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被压抑了太久的旧贵族势力立刻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公子虔等人告发商君欲反，这无疑是致命的指控。秦惠文王与商鞅有旧怨，对这位权倾朝野、威胁军权的重臣也早已心存忌惮，立刻下令逮捕他。商鞅之死，既是秦惠文王清算旧怨、巩固军权的必然，
也是变法反噬的结果。他以严刑峻法打破旧秩序，却也因刻薄绍恩积累了全国上下的怨恨，就贵族的反扑不过是借势而为。商鞅仓皇出逃，一路奔至边关，想要住店歇息。店主人见他无官府凭证，直言无论何人，无凭证留宿即连坐受罚，小人不敢违令。这真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之一。这位法令的缔造者，最终被自己亲手制定的无比严密的法网困住了手脚，无处遁形。他试图逃往魏国，但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养，大破魏军的旧事，拒绝接受他，并将他赶回秦国。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做最后的困守之斗，发动义兵向北攻击郑县。然而这仓促的抵抗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不堪一击，秦军迅速击败了他，在郑县一带将他杀死。他的尸体被带回咸阳，秦惠文王下令处以极刑，车裂以殉，即五马分尸，并昭告天下。他的全家也被族灭。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以变法者惨烈无比的悲剧告终。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他天资刻薄人也，认为其绍恩最终落得受恶名于秦，犹以也服的下场是咎由自取。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商鞅虽死，其法未败。秦惠文王及之后的历代秦王，虽然处死了商鞅个人以平息旧贵族的怨恨，却全盘保留并继续推行他留下的那套高效的法家制度。因为这套制度确实能让国家强大，能让君主集权。正是这套冰冷的制度，最终引领秦国一步步蚕食山东六国，并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天下的旷世伟业。后世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其核心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以军功激励的军事体制，皆由商鞅变法奠定基础，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制度内核。商鞅的一生是一首交织着铁血、智慧、荣耀与毁灭的史诗。他是一个极端的天才，一个无情的实干家，一个冷酷的理想主义者。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一个国家注入了强盛的基因，却也亲身演示了绝对权力和严刑峻法最终会反噬其操控者。他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燃烧自己，以耀眼的光芒照亮了秦国前行的道路，甚至照亮了其后2000年的帝制时光，但自身却在那炽烈的光芒中化为灰烬，只留下一个永远充满争议、令人敬畏又令人深思的名字。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商鞅的形象始终在明暗之间摇曳。他是战国乱世最成功的制度设计师，以近乎偏执的理性打碎了秦国就有的血缘政治枷锁，用军功爵制为底层民众劈开阶层流动的裂缝，以郡县制奠定中央集权的骨架，凭重农抑商筑牢国家经济的根基。这些制度如同精密的齿轮，吆喝出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动能，更成为后世帝制中国的底层代码。从汉承秦制到隋唐科举，从明清赋税到近代法治启蒙，总能看到商鞅变法的遥远回响。他用20年时间完成了别人数百年难以企及的制度革命，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魄力，在中华文明的改革史上堪称绝唱。但他的成功始终浸透着冰冷的代价。司马迁说他天资刻薄人也，这评价虽带春秋笔法，却道破了他的本质。他是历史的外科医生，却只用手术刀而拒绝麻醉剂。连做法之旧的监控网络让秦国道不拾遗，却也窒息了人性的温情，
军功爵制激发的战斗狂热让秦军虎狼之师威震天下，却也将社会异化为弱肉强食的决斗场。焚烧诗书的思想净化让法令通行无阻，却也埋下了文化专制的隐患。他信奉民余则义制，将百姓视为强国机器的零件，却忘了制度的终极意义本是人的福祉。这种只问效率不问人情的变法逻辑，让他成为秦国的救世主，也让他沦为孤家寡人的毒夫。后世对商鞅的评价始终在功过之间拉扯。儒家斥其弃人背义，却不得不承认秦制的高效；法家尊其开基立极，却回避他身死族灭的悲剧；近代改革者赞其破旧立新，又警惕其严刑峻法的异化风险。其实，商鞅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完美的治国模板，而在于揭示了改革的永恒困境。任何触及利益的变革，都必须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却也需要润物无声的智慧。既要打破旧秩序的桎梏，也要搭建新秩序的温度。他用生命证明了法能强国，却没来得及思考法如何爱人。这或许正是历史留给后世的隐秘启示。如今，商与古道的风早已吹散了车裂的血腥，咸阳宫的残垣也淹没了变法的喧嚣，但商鞅的故事依然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改革者既要敢于做历史的破壁人，也要懂得做人性的守护者；既要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制度遗产，也要留存不至于灼伤时代的人文温度。商鞅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更是所有试图用理性重塑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必须直面的永恒命题。而他所缔造的制度遗产，如同刻在秦简上的律令，虽历经千年风雨，仍在中华文明的基因中静静流淌着属于变革者的铁血与光芒。